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来美国读书，除了比较常见的工程学科之外，还有一群在艺术设计领域努力的人。今天邀请到大学主修经济，来美国后转领域到纽约艺术学院专攻动态设计的 Scarlett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美国转领域进入艺术设计领域的心路历程，以及进入纽约艺术学院的门槛及找实习的方式。那我们就欢迎 Scarlett。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想要请 Scarlett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嗨，我是 Scarlett， 然后我在2020年从台大经济系毕业后，就在美国纽约的 School of Visual Arts 视觉艺术学院的 MFA Computer Arts 就是电脑艺术研究所就读，然后专攻的是动态设计。然后今年5月刚毕业，现在在纽约 Brooklyn 的一家 studio 做 motion design 的，就是动态设计的实习这样。就我的了解呢，就是我只了解就是美国有这个 animation 就是动画系，但你提到了 motion design 动态设计的东西，那想请问这个 animation 啊，动画跟动态设计 motion design 或者是 motion graphic 它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吗？就是动态设计它可以叫 motion design， 也可以叫 motion graphics， 然后它跟 animation 的差异其实有很多种说法。然后我自己目前的认知是 animation 动画它比较是一种广义的说法，然后像 animation 它有分很多类，像是有分逐格动画、2D、3D 动画、motion 实验动画等等的，然后每一类它又都很可以互相融合在一起，比如说它可以又是 3D 又是 motion， 或者是它又是逐格又是实验动画之类的。然后我现在主要在做的就是动态设计 motion 这一类，它是一种比较着重在用动态的方式传达讯息的一种设计，像是用在广告啦，或者是影剧的片头片尾。就举例，像在台湾最经典的就是像那种金曲奖、金钟奖的入围名单的介绍影片，那种就是叫动态设计。它就可能比如说跟皮克斯、什么迪士尼那种动画、那种 animation 动画电影不一样，因为迪士尼那种 animation 比较像是它着重在它有一个故事情节，然后它会有角色，会有世界观。那 motion 就是着重在讯息的传递，这样大概了解了。那再来比较有兴趣的是，你在台湾是经济系毕业，你刚刚有提到，那艺术设计类的硕士呢，从经济系跨过来算是一个很大的跨度嘛？那你是怎么决定要转领域的？这个转领域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子呢？大概是在大3寒假的时候就在想，我未来真的要做经济相关的事吗？然后发现其实虽然不讨厌经济，但是也好像没那么想，所以就开始有点茫然，就是在想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该重新学些什么，或者是我这样还来得及吗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也很焦虑的，比如说东学一点西学一点，像是看到别人在写 code 就觉得好，那我要去学写 code， 或是别人在做什么我也要去做什么，就会有一段时间有点像可能无头苍蝇那样，就是慌乱瞎忙一通。然后记得就在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学姐跟我说，可以去从想象有什么事情是如果你当成未来工作可以每天从早做到晚的这个方式想起。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点醒我蛮多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到其实自己一直以来都对艺术啊设计类有兴趣，但是以前可能都觉得对自己的设计能力很没有自信，觉得不够格去把它当成未来的职业。但如果是想象未来就是真的要每天从早做到晚的事情的话，就还是想做艺术设计类相关的事情，所以就开始试着往这方向去试试看。但是艺术设计类又分很多种嘛，所以就也开始去尝试各个这方面相关的事情，像是多去各种展览啊、讲座，然后上线上课程，或是试着多做各种作品，就是接触从插画啊、平面设计、UI UX 设计等等的，然后就这样一直试到动态设计，最后就不知不觉一路做到现在了。对，大概是这样的心路历程。也是蛮曲折的，因为我之前也是算转领域啦，虽然我是从机械设计那类的转到写code，这样就比较多人走这样子。再来有兴趣的点是，你最后选择来美国读艺术嘛？那怎么会选择美国呢？有考虑过欧洲或澳洲吗？因为欧洲很多艺术学院应该也是蛮有权威的嘛，对不对？对，首先会想来
想出国读书，第一个是因为一直对出国读书这件事就是算是既向往又害怕，然后也是大概在大三那时候觉得虽然害怕，但感觉出国读书这件事如果现在不做，可能越久之后以我的个性就会越害怕，然后越不会去做了，所以就想说好，那就先让自己栽下去，先开始准备再说，所以就开始做下去了。然后会选美国是因为像刚刚说的决定做动态设计嘛，那美国的动画动态设计产业就是算蛮蓬勃发展的，所以就也会想要在美国的动画产业中工作看看。那如果想在美国工作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要先在美国读书才有签证嘛，所以就选择来美国读动态设计了。然后像欧洲澳洲的，其实他们动画发展也都是蛮好的，但当初就只是单纯觉得欧元好像比较贵嘛，所以就选美国了，就是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不选其他州。对，下一个问题就是以到美国转领域这个话题而言呢，从经济系转到艺术设计的科系，你有觉得很困难吗？再来就是申请美国的学校有没有什么门槛呢？比如说你一定需要具备某些类型的作品集，或是你一定要先修过某些类型的课程，他们才会接受你的 application 呢？申请美国学校的门槛，动态设计、动态或是这些艺术设计相关的科系的话，就最主要是看作品集。然后其他像基本的一些英文检定、推荐信、SOP 这些，大部分学校也是要，但主要还是作品集大于一切。就比如说，如果你英文检定分数不太高，但如果你的作品很厉害的话，学校就还是很想要你。然后以转领域而言的话，我之前大概是就大三下决定要申请动画的 MFA 嘛，所以从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开始看线上课程自学，然后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是边学边准备作品集。然后我觉得困难的点在于，因为是转领域，所以你走的路就是跟身旁的人就比较不一样，就会比较孤单，然后遇到问题也比较不知道要去问谁，因为对于这个圈子的资讯就比较不好接收。然后记得那时候就本来都只是自己一个人看线上课程学嘛，然后是在参加了一个算是2天的实体工作坊那之类的活动，然后在那里近距离的看到就是业界厉害的动态设计师他们的做法，才惊觉到说哦天哪，原来这个东西是要这样做，然后原来工作流程是长这样之类的。我觉得那次才算是真正我开始理解到就是 motion 这件事，也才发现就是在那之前我都只是单纯在学软体而已，然后学软体这件事和就真的走 motion 这件事就是还是有一段落差这样。所以我觉得对转领域的人来说，因为比较没有这些同侪啊业界的这些连结的资源，可能就真的要多让自己去接触这个圈子，然后多认识这些人，参加这些活动，或者是也可以找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准备，一起互相切磋这样。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当你自己一个人在埋头苦干的时候，最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孤立无援的感觉嘛，在参加这个可能 workshop 之前，对在转领域的过程中，你遇到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呢？或者是在什么时间点有想过要放弃吗？我觉得最大的挫折可能就还是比较赤裸裸的看到自己的可能能力有多么不足的时候，像是就是在美国读之后，在硕一上半年的时候，常常还是会一直觉得自己的作品跟可能同学们就差很多，而感到就是很 behind 很自卑那种感觉，或是做不出脑袋理想的样子的时候，就会比较挫折。然后我那时候就硕一结束后，因为疫情，所以决定 gap year 1年，就决定在台湾就是重新调整自己的身心，再多精进自己的能力一点。然后也是在 gap year 那一年，就是开始接了一些案子之后，才更清楚自己在动画这条路上想要走什么样的路。然后 gap year 结束回来继续读硕二，也才又更稳了一点。然后我觉得就是有没有想要放弃的话是目前还没有，可能因为我现在也才刚拿到入场券，就是才刚要开始，所以
可能还没有碰到真正的大难关，然后也觉得还有可以再继续努力看看的地方，但不知道在多久以后的未来会不会放弃，也觉得是有可能的，毕竟未来很难讲，就是还是不要乱立 flag。其实我蛮有兴趣一个点是，你刚刚有提到，因为申请通研究所都需要推荐信嘛，那我想请问，像你这样子转领域啊，一个很大的跨度的领域，当初你的推荐信有找经济系的教授帮你写吗？还是因为你毕竟你学习的管道主要是线上课程，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从可能艺术设计类的老师来给你这个推荐信，那你那时候推荐信是怎么办的？我那时候其实对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我的推荐信3封其实都跟艺术设计没什么相关，因为其中1封是找我大学当助教的时候的教授，我当助教的时候的那个教授是电机系的教授，然后第2个教授是一个从小算是蛮认识我的一个数学系教授，然后第3封是我之前在实习的公司的老板，但是这实习也是做就是跟动画没什么相关的实习，所以我就找这3个人，然后请他们在里面写的东西就是着重在因为看到我的哪些能力，所以这些能力可以怎么样跟可能动画比较好连接，可能就不是着重在写我之前做的那些事情，比较是着重在写我个人特质，然后这些个人特质是怎么好 support 我之后的创作发展那种感觉。再来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蛮有兴趣的问题，就是你可以以你的学校跟你的 program 为主，就是方便跟你请教你在美国读艺术设计的硕士，总共花了多少钱，或者是说你1年大概需要多少钱？那再来就是你的 program 总共需要读多久才可以拿到这个学位呢？就其实每间学校就差异蛮大的嘛，因为还有分就公司力不同，然后地区也不同，而且各个系所的 program 长度也不太一样，就从1年到3年都有。然后以我们系来说的话，因为在纽约就真的蛮不便宜的，然后我们是 semester 制，然后在我读的期间的话，1学期的学费平均大概要$25,000左右，所以 semester 制2年4个学期就大概要$10万左右，就是单学费的部分。然后现在好像就是又陆续都在涨价这样子。所以你的学位就是总共需要花2年才能得到这个学位。那有提早毕业的选项吗？目前没什么听到这样的例子，因为我们通常在第2年就1整年都要做毕业制作，所以就是比较难，这个毕业制作要做1整年比较难，你提早做完然后提早毕业，然后而且也要在2年修满60学分吧好像，所以就是你又要修学分又要做毕业制作，比较多是听到可能会到第3年或甚至是第4年比较没有提前毕业的例子。我再问一个我自己有兴趣的话题，就是你们现在的上课模式主要也都是一定要现场上课吗？还是其实也可以远端上课？现在几乎都是 in person 上课，但是在疫情的时候就还是一样全部都要变 online， 可是现在的话几乎全部都是 in person。所以你们主要的课程的操作跟学习都是用电脑嘛？那会需要用你的手绘吗？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你需要教你的手稿上去分镜稿啊之类的？就是都有，就是看各个课程的性质。比如说如果是软体的课的话，那当然就是在那边操作电脑，或者是看老师操作完回家自己操作练习。然后如果是像一些 story 课或者是一些人文艺术历史相关的课程，可能就会需要画手稿啊，或者是就是你也可以带绘图板上去画，然后就是看你要用纸笔还是绘图板还是电脑，就是怎么样都可以。再来就是也是一个我自己也蛮有兴趣的话题，就是呢就我所知呢，在台湾的艺术设计类的学生啊，毕业之后的起薪并不是太高。那在美国这边也是吗？在这个心情大概是如何，以及就是这样子的薪水能够养活自己，然后还能存到钱吗？还是就是会入不敷出，或者是就是刚好打平这样子？我不知道艺术设计其他类别的资讯，但是就动画、动态设计这方面来说的话，在美国刚毕业的学生刚毕业的毕业生当 Junior Animator 或 Junior Motion Designer 的薪水大概是1年
60K 到85K 左右。对，这是目前就我看到的和所知道的学长姐的资讯大概得出一个 range。所以虽然不能跟就是什么工程师之类的比，但可能感觉算是不会饿肚子，能养活自己，但可能也没有到非常优渥。然后如果你稍微勒紧裤带过生活的话，也是能稍微存到一点钱吧。刚好前面有提到说你现在正在实习嘛，所以以你从硕士转过来读动态设计，等于说你其实不是这个的本科，那你觉得在找实习方面会很难找吗？当初投了多少履历呢？我觉得就是好像因为这一年景气特别的差嘛的关系，就是导致其实不管有没有转领域，工作都超级难找，而且好像不止动画艺术产业这样，感觉就全美国各个职业，就这段时间都很难找。所以我那时候我履历大概从学校 Career Fair 开始陆续投了2个月的时间，然后应该有投到100封。而且我不是海投，我是就是每天几封这样的投，然后也会稍微帮每家公司客制化cover letter， 就这样持续投到可能有100封左右，投2个月这样。既然讲要投履历，那我就想要来问一下说，当你在面试的过程中啊，会被问到什么样子的问题类型呢？比如说可能你有你的作品集嘛，可能一定会介绍，那或者是会需要实际操作软体证明给他们看说你会这个软体吗？还有就是你当初是怎么准备就是这一系列的面试的？这边可能就要先讲到我们找工作所需要的东西可能比较不一样，因为以动画师、动态设计师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看重作品集嘛，所以投履历的时候一定会附上的是一支你的作品的 reel， 就是它是把你就是厉害的作品的各个精华片段剪成一支大概像30秒到60秒左右的精华剪辑，然后这个 reel 是一定要必备的。然后第2个必备的是你的个人作品网站，就这2个是一定要附的。可能履历有没有还没那么重要，然后他们看了你这2个东西，如果觉得想要跟你多聊聊的话，才会寄面试邀约。然后面试的话，我遇到的基本上就都是开着你的 reel， 然后或者是个人网站，就是直接问你这些 project 相关的问题，像是可能介绍你最喜欢的作品啊，然后就也有分做个人 project 的经验，或是做 commercial project 的经验，还有像在团队中做动画的经验。然后除了 project 相关的问题，也会问你一些技术能力方面的问题，像是你最擅长的风格，你不擅长的风格。就像是我可能比较 focus 做2D 的，那就也会被问到说，那我的3D 的程度如何，我的逐格动画的程度如何之类的。然后也有看到就是我转领域，所以问我为什么想转来做动态设计之类的这些问题。这样，如果想来美国转领域读艺术的话，有推荐学弟妹能够在台湾先做什么功课吗？或是先做实习，或先做什么工作再来会比较有优势吗？转领域读艺术的话，因为像刚刚说艺术设计类就有分蛮多种的嘛，所以而且国外又分得更细了，所以想转领域的话，可以就是先试着找到你想要做哪一种。然后因为是转领域，所以我觉得就要有自己的基本功真的很不足的那个心理准备，毕竟就你少了很多年的基础训练，就只能更努力的多多自学。所以像是一些素描、速写，还有一些视觉设计的一些美感，这些都是我觉得我当时应该要再多练一点的东西。然后像是动态设计的话，我们主要用到的软体是 After Effects 和 Cinema 4D， 所以如果能提早先熟悉这些软体的话，之后来学校就比较能花更多时间去精进自己的作品和能力，而不是还在熟悉软体这样。就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先做的功课。那最后呢，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你未来在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呢？以及如果有学弟妹想要来美国读艺术，你会有什么建议吗？会建议他们可能从高中、大学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或者是也可以晚一点探索完之后，比如就像你一样再转领域过来？好，我先回答第一个来美国的目标这一题的话，我觉得如果可以撇除各种就是
签证因素、现实因素的考量的话，理想会希望在美国就是可能从 Junior 一路当到 Senior Motion Designer， 然后一步一步往 Art Director 迈进。也希望自己在可能工作之余可以持续做自己想做的创作，然后有个就是 work-life balance 这样。然后给想来美国读艺术设计的学弟妹的话，我觉得不管你是要从高中开始还是大学开始，这些就是应该都看你都可以。但那个来之后，我觉得建议可以分内外两种，就是第一个向外的话，就是可能 connection 这个部分，因为本来可能常听到人家说在美国 connection 多重要什么的，但我觉得在来之后才发现，就是真的很重要。就尤其在我们这一行也是，因为我觉得动画师的和设计师的圈子也是蛮紧密的。像是有不少可能动画师聚会的活动啊、讲座，或者甚至是缩小到你在学校跟老师同学的关系，都对未来职涯什么发展都蛮重要的。虽然这样讲有点世俗，但是没办法，美国他们就是很吃这一套。然后就其实像我自己是蛮社恐的内向人，就是这一点一开始也很不适应。所以如果是也跟我一样是内向人的话，那建议你可以就是可能找1-2个朋友一起去参加这些活动，或一起去多认识别人，这样结伴同行一起去找人搭话的话，也比较不会那么害怕。然后如果你就是那个就是带着内向人一起去参加活动的就是救世主们的话，那内向人真的会感谢你一辈子。对，然后在第二点就是向内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因为我觉得创作这件事就真的是要有好的健康才有力气好好的创作，就不管是身体的健康还是心理的健康都是。对，所以这些也都是我还在学习的地方。对，一起加油。好，那我们就感谢 Scarlett 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应该可以把你的这个 Reels 跟网站放在我们的资讯栏。好，那我们就再次感谢 Scarlett。不会，谢谢大家。